我是个快要化龙的蛇妖，为了尽快化龙，我勾引了龙太子双修。一夜春风后，我看着自己新长出来的龙角，沾沾自喜。1年后，我看着自己生下来的龙蛋，哭着要跑。龙太子勾着我的腰轻笑，宝宝真厉害，再给我生一个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听说当初在妖界学堂毕业以后，龙太子就回到了龙宫。我跋涉千里，叼着一根草等在龙宫外头，遇人就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龙太子。很快，龙太子有个穷亲戚来探望他的事情就传遍了龙族。龙太子出现在我面前时已经入了夜，我化成了蛇形，正蜷缩在一个礁石底下睡觉，尾巴尖被戳戳2下。我睁开眼，看见近100年不见的龙太子。和我对视的那一眼，我看见他眼底有暗光闪过，我一下就坐起来了。绿色的蛇尾缠住了他的腰身，蛇喜凉蹭在他有些热乎的身体上，我觉得有些难受。为了化龙，我不得不忍。我装作很想他的样子，趴在他肩头，低声道：竹白，我好想你啊，100年不见，你竟然不肯来找我，真是负心汉。竹白垂着眼，他淡淡道：如果我没记错，当初是你说再也不愿意见我。我心虚了一瞬，伸手拍了拍竹白的背，小声道：你真能计较，这点小事都要记100年。竹白嗤笑一声，将我甩在身后，我连忙跟上，蛇尾死死缠着他，一直走到太子宫殿。我熟门熟路地往他床上一躺，双腿化成蛇尾，在他床上打滚。龙宫的灵气太足了，竹白又是至纯至净的灵气，我睡他床上实在舒服。竹白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我，好久之后他才问：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打滚的动作顿了顿，从床上坐起身，指了指自己的蛇尾。这是我前几天赶路时不小心被荆棘割伤了的伤口。我委屈巴巴地告诉竹白，我被一只蛇妖伤了，打不过他，只能来投奔你。竹白看了眼我早已经愈合的伤口，沉默了好久。不论如何，我最后都留在了太子殿。想当年我和竹白在学堂可算是铁哥们，后来他还把自己的鳞片给了我一片，说是能护体。可是后来临近毕业，他竟然将鳞片要了回去，我发了大火，然后我们就决裂了。现在想找他双修，我还有些忐忑，好在竹白没有排斥我，方便我能伺机接近他。夜里，我和竹白一同躺在他的床上，我动了动手，不小心碰到了竹白，竹白没醒，我索性翻了个身看着竹白。龙太子长得很好看，脸上的线条很柔和，剑眉星目，丰神俊朗。他已经睡着了，长长的睫毛在眼下留下阴影，我起了歹意。我蹑手蹑脚地坐起来，伸手去拽他的腰带。这腰带很软很好扯，我轻轻一扯就落在我手心里，像剥洋葱一样。我脱开了竹白的外袍，而后是里衣。因为紧张，我的手都是抖的，我伸手揭开了竹白的里衣。可是到了这一步，我有些犯了难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好像无法双修。里衣下是竹白肌理分明的腹部，我以前见过他化龙，这么大一条龙，龙尾都比我的蛇尾巴粗了好几圈，我在他面前像个未成年的蛇。还好他现在不是龙身，不然我会死吧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突然睁开了眼，他眼睛是水蓝色，像琉璃般静静地望着我，好久才开口说：你要做什么？我仓促地收回手，却一个踉跄，手按在了竹白的腰间。竹白视线下一落在我手上，似乎挑了一下眉，我连忙收回手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那个，我就是想看看你这衣裳，还挺好看的。竹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好久才嗯了一声，他随意道：喜欢就送你。我哪里敢要，连忙拒绝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再也不敢夜里偷袭，安生睡觉了。在龙宫修炼了几天，我感觉自己正在化龙的临界点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突破不了。我急了，急得绕着龙宫飞了800圈。隔天龙族所有人都知道龙宫地上盘了一条青蛇，很焦虑，焦虑的我又绕着西海跑了一圈。跑着跑着，我看见一头鲶鱼精在卖药片，它走一步喊一句，吃了都说好，海底幸福之药，找回初恋的感觉。我一下就停下了，我幻化成一个蚌精，羞答答地走过去，这药真这么有用？鲶鱼精点头，真的有用，用了保证你3天3夜不能下床。我一喜，
花费了20个珍珠把药买走了。夜里，我哼着歌在床上翘着尾巴高兴。竹白进来的时候，脚步顿了顿，疑惑地看我一眼，怎么今天不盘龙宫了？我哼笑一声，不盘了。今晚盘你。当然这句话我没敢说，我眼珠一转，指着竹白道，快洗澡，洗完我有惊喜送你。竹白似乎是愣了愣，转头去了外面。等他洗完澡，我已经将药放进他的水杯里了。竹白一出来，我就将水杯递过去，献殷勤道，快喝，特意为你倒的水。竹白盯着那水，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抬头看着我，他笑了笑，问我，你该不会想把我毒死吧？我心虚的摇头，哪有，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？你真是小人之心，给你倒水你还不要。我说着就装腔作势的要抢回水杯，这时候竹白一躲，水杯里的水洒出来了一地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勾唇笑了笑，我怎么会不喝？这可是你亲自倒给我的。我眼睛亮亮的点头，看见竹白抬起水杯，递到了唇边，一饮而尽。我下意识地吞了吞口水，看见我很紧张地看着他，竹白疑惑地朝我递了个眼神，我尴尬地笑笑，先往床那边去了。夜里，一条巨大的龙尾缠上了我。竹白吐息很热，它缠在我的身上汲取冰凉，声音很无助，我热。3天后，我的蛇尾蔫头耷脑的塌在床底，动一下都觉得疼。我眼睛已经哭肿了，谁知道那要这么厉害，我简直差点死掉。竹白也醒了，他错愕地看着我，和我道歉说，对不起，云清，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原本想抬尾巴甩他一下的，但因为没力气，刚抬起来就疼得放下去了。我龇牙咧嘴地骂他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还不赶紧给我去找吃的，不给我吃饭是想饿死我吗？其实蛇是会冬眠的，就算是不吃饭也不会饿死。但是竹白可能是忘记了，连忙出去给我找吃的了。趁着他出去的时间，我果断跑路。只要双修成功，我一定能化龙。我忍着尾巴的剧痛，用了最快的速度逃出西海。路上随意找了些草药敷在伤口上，马不停蹄地赶回我的洞穴。至于竹白，虽然他被我算计了一次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谁让我认识的龙就他一个呢？而且他这么好骗，不骗他骗谁？我回到洞穴里闭关了近1个月，期间我感觉自己肚子里多了一团龙族的灵力，那灵力浓郁又充足，我欣喜若狂，更加努力的修炼。第2个月，我感觉自己脑袋上长了一点点龙角，很小的龙角，硬硬的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奇地照镜子，发现那龙角是黑色的，和竹白白色的龙角不一样。也是龙角长出来的那一天，我发现自己每天都会呕吐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分明肚子里的灵力越来越充裕，可为什么我的身体越来越弱呢？连着吐了好几天，我食不下咽，修炼的进度也搁置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我感觉头上的龙角也跟着停滞了。难受的我盘在自己洞穴里窝了好几天，感觉自己哪都不对劲。我想起自己当初看到的典籍，那是我们蛇族祖先留下来的，说是和龙族双修能化龙。但是我记得典籍上没有写副作用啊。我焦急地翻开典籍，看到最下面有一行小字，双修后会出现排异反应，需要龙族鳞片化水喝才能解。我简直悔不当初，我当初怎么没看见这行字呢？现在我都跑路了，要让我回去，那不是打脸吗？第2天一早，我带上包裹，又踏上了去龙宫的路。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我这次赶路很慢，因为我每走几步就要吐一次，其实吐不出来什么，但就是犯恶心。路过一荆棘丛，以前被刮一下就刮了，这一次我被轻轻一刮，我竟然疼得打滚。我抱着尾巴蜷缩成了一团，肚子坠痛，我冷汗直流。昏迷前，我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蛇是冷血妖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竟然一点都不抗拒这温暖，反而很渴求地往里蹭了蹭。再醒来是在龙宫，肚子的疼痛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充沛的灵力。我茫然地睁开眼，看见竹白还有些心虚。但我是谁啊？我一向会装。我连忙蹭到竹白身上，朝他抱怨，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这样。竹白淡淡地看我一眼，竟然承认地嗯了一声。我变本加厉，又继续和他说，你知道的，我和你那样过以后，就是会出现排异反应的，你要给我一片鳞片。
竹白默不作声地从自己怀中拿出一片鳞片递到我手上，还叮嘱了一句：“不要弄丢。”我连连点头。第二天，我趁竹白不在，拿了石头想把龙鳞磨成粉。可是很神奇，不管我怎么磨，这龙鳞一点用都没有。肚子里的灵力还在长大，我很怕它有一天会把我撑破，心想着反正就是一片鳞片，如果这一片不行，我还能问竹白再要。我闭上眼，直接吞下去了。鳞片吞下去以后，我肚子里的灵力短暂的消停了一会儿，我精神充沛，完全没有烦恼了。我打算今晚和竹白告别，第二天就跑路。晚上，我和竹白躺在床上，我犹豫着开口：“竹白，我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肚子一阵剧痛，我脸色惨白，一下抓紧了竹白的手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说不出话，只记得捂肚子了。一刻后，我奄奄一息地缩在竹白怀里，听见医师恨铁不成钢地训我。我说：“这位青蛇，龙太子的鳞片是能随便吞的吗？你知不知道吞进去会怎么样？”我吓得攥紧了竹白的手，凄厉地哀求他救我。竹白握紧我的手说：“别怕，会没事的。”医师摇了摇头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只能把你肚子刨开，把鳞片拿出来了。我更害怕了，开膛破肚，那不就直接死了吗？我讨好的对竹白说：“同窗这么多年，你会救我的吧？”竹白认真地说：“会。”刚松了一口气，医师皱了皱眉，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重新把了一次脉。我一口气又提了起来。过了好久，医师深吸一口气，朝竹白禀告：“殿下，这位青蛇她怀了龙蛋。”我一下就蹿了起来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是雄蛇，我怎么可能怀蛋？”我刚骂完，回头看向竹白，希望他和我统一战线，能够一起骂这庸医，可是没有。竹白很淡定地问医师：“能保吗？”医师点了点头：“殿下，他如今有您的龙鳞护体，蛋下龙蛋不成问题，到时生蛋的时候一并将龙鳞取出就好。”他俩完全把我遗忘了。我伸手拽紧了竹白的袖子，瞪大了眼睛告诉他：“竹白，这是庸医，我是雄蛇，我怎么可能怀蛋呢？你别被骗了。”谁料竹白却伸手摸了摸我的龙角，很淡定地说：“你都能化龙了，有什么不可能的呢？”他被庸医骗了，还对庸医深信不疑，无论我怎么劝也劝不通。我气得拿扫把将庸医赶出了太子殿。竹白被洗脑了，我确定。当晚我和他解释了好多遍，他都笃定我就是怀了蛋。我很怕，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出龙宫，化身成一个章鱼精，找了东海的医师把脉。医师把完脉后，很兴奋地告诉我，我怀了小章鱼。荒谬，实在荒谬。一日，我几乎找遍了东海所有医师，所有人都说我怀了。当天晚上，我缩在竹白的床上，泪水浸湿了枕头。我没想到，我努力了这么久，竟然一点用都没有。原先还以为肚子里的灵力是龙族的奥秘，没想到是龙族的蛋。亏我这么努力，我的努力最后成了泡影。一想到我最后一无所获，反而还要给竹白生一个蛋，我感觉我的未来一片黑暗。我可是蛇族最厉害的蛇，为什么要给竹白生龙蛋？要生也是生蛇蛋啊！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龙蛋拿掉，我不想和竹白奉子成婚。可是这个蛋已经在我肚子里2个月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有点舍不得。可是再拖就来不及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连忙去找了医师。这医师是个鱼精，帮我把了脉以后，告诉我这蛋可以拿掉，但是他看我一眼，煞有其事地说：“要把你蛋拿掉，就要把你的肚子剖开。”然后话没说完，我已经跑远了。我们蛇族最忌讳的就是开膛破肚，即便是知道要治病，也接受不了。但是生蛋也要开膛啊！我犹犹豫豫的又坐回去了，小声问：“你医术好吗？”医师自信地拍胸口：“当然了。”我以为他说的是真的，一旁的珍珠精翻了个白眼说：“别骗人了，上次我只是感冒，你开的药让我吃坏了肚子，差点就吃死了。”我承认我被吓到了，转过身就跑了。一路跑回龙宫，我躺在床上后怕不已，如果我真的信了庸医，恐怕真的会死。躺到深夜，竹白回来了，他拍了拍我的尾巴尖，问我怎么没精打采的。我一下窜起来了，尾巴死死勾住他的腰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能不能帮我把龙蛋拿掉？”
出乎意料的是，竹白竟然点头了。我又惊又喜，可是下一刻，竹白伸手摸了摸我的脚，可惜地说：“但是龙蛋拿掉以后，你的龙角也会跟着退化的。”他笑了笑，不过你对化龙没兴趣。他没说完，我打断了他，摇头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。”竹白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心虚地从他身上下来，缩回床角。隔天龙宫来了一条小龙，这小龙长得嫩嫩的，一进来就挑剔地将整间屋子打量了一遍，最后看向我，他眼神倨傲：“你是谁？”没等我说话，他看着我嘲讽道：“你就是那条青蛇。”我点头，他就愤怒地说：“你死心吧，竹白哥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才不是你。”我一头雾水，实际上我根本没敢想竹白会喜欢我，上次是我设计了他，竹白完全只把我当哥们。我安慰地拍了拍小龙的头：“放心，我不会喜欢竹白的，你如果喜欢他，就去追。”“是吗？”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一片洁白衣角首先映入眼帘。我愣愣地看着竹白，他进来以后站到我身边，表情有些严肃地对那条小龙说：“竹河，谁让你过来的？”竹河愤愤地看我一眼，倔强地说：“我自己来的。”下一刻，他被竹白送出了门外，竹白看都没看他一眼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别听他的话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”我顿了顿，问他：“他说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”我以为竹白会摇头，可是他竟然点头了。他说：“有一个。”我大惊失色，头一回觉得自己做错了。如果竹白真的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以后我若是真的生下龙蛋，又该如何自处？我脸色很难看，竹白刚想伸手来碰我，我一下就推开了他。我闷闷不乐地躺回床上，还是决定要走。这个龙蛋在我身体里，大不了我自己生下来自己养，留在龙宫指不定要受欺负。夜里，我静静地看着竹白，给他下了个昏睡诀，然后溜之大吉。我现在已经没力气回我的巢穴了，在离龙宫100里的地方，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窝。躺进去以后，我开始冬眠了。等我冬眠出来，应该差不多就能生蛋了，到时候我把小蛋孵出来，让它和我一起回去。我的设想是很美好的，但是我没想到这里这么不太平。我梦中被吵醒无数次，睁眼就是几个妖怪争地盘。最后一次，我忍无可忍，蹦起来一个甩了一巴掌，怒吼道：“吵吵吵吵什么吵？这么大的地盘还抢？站好了，我一个个分。”给所有妖怪分好了地盘，再也没有妖会吵我睡觉了，我安心睡下了。梦中的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威胁，我睁开眼，看见一把桃木剑直直劈向我。我往后一躲，看见一个秃驴。秃驴面色冷峻：“小青，拿命来！”我白眼都要翻天上了，回对他：“你有没有眼睛？我是雄性，不是你要找的小青。”没等我解释，那把剑已经又刺向我，我躲闪了几次，气得要死。偏偏肚子这会儿又疼了起来，我冒着冷汗给了那秃驴一记攻击，闪身要跑。跑之前，我听见秃驴恨恨地说：“你竟然还怀了孽障，都给我死！”我逃他追，连着追了我10日，我简直肺都要气炸。偏偏还解释不通，打起来又是2败俱伤，我连着跑了这么些日子，早就累得虚脱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该不该向竹白求救？看了眼秃驴，我闭上眼睛，很自闭地拍了拍肚子里的鳞片，低声说：“竹白，救我！”不到一刻，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。竹白唰一下举起我，让我坐在他背上。我转过头，朝秃驴吐了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逃之夭夭。好久没做过龙背了，上次还是在妖堂。竹白是插班生，据说龙王要传位给他，但因为竹白历练不够，就将他丢在了妖堂。这是妖堂建校以来的第一条龙，所有妖都像是见到了稀罕物，每天围在竹白面前看，他们想看竹白的龙身。当时的我毫不在意地晃了晃自己的尾巴，冷哼一声，这小龙估计画不出龙身。当时竹白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我根本没把这当回事，直到某次出任务，我和竹白分到了一组，我想着他需要照顾，事事挡在他前面，最后受了伤，尾巴疼得捋不直，根本走不动路。我颐指气使地叫竹白背我。竹白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水蓝色的眸子干净又清澈。我正想说不背就不背，他当着我的面画龙了，真的很大的一条龙。
我一直引以为傲的蛇身，在他面前简直被秒杀了。我看着竹白的龙身，第一次明白为什么我的蛇祖先都这么想画龙。我爬上竹白的背，蛇尾好奇地在他身上摸来摸去，他的龙鳞很硬，比我的鳞片坚硬了很多，哪哪都是我这个蛇的高配版。后来不知摸到了哪儿，竹白剧烈一晃，我差点从他背上掉下去，气急败坏地骂他：“你干什么？飞都飞不好，怎么回事？”竹白抖了一下，我差点从他身上被抖下去。而后我听见竹白说：“别乱摸，不就是龙鳞，不摸就不摸了。”思绪收回，我看了眼竹白的龙身，100年过去，他的龙身比以前更大了。我羡慕地去摸他的鳞片，摸着摸着，竹白又晃了一下。好在我早有准备，抱着他坐稳，嘲笑他：“竹白，都过了100年了，你怎么还飞不稳？”竹白回头看我一眼，像是责怪一样说：“还不是你乱摸，这都能怪我？”我拍了拍他的背，没好气道：“别污蔑我啊，自己功夫不到家就别怪我。”竹白似乎是噎了一下，声音很轻飘散在空中：“你总这样摸我，我会什么？我没听清。”我往下靠了靠：“你声音大点，我刚才没听清。”竹白不说话了。不过我确实很喜欢竹白的龙鳞，当初在妖堂仗着他和我一个宿舍，我总是要他变出龙鳞来让我摸，最后他实在不耐烦，直接从身上拽了一片龙鳞给我。那片龙鳞就是他当初要回去的龙鳞。路途太远，我在竹白背上昏昏欲睡，睡前呢喃着问：“竹白，当初为什么要把龙鳞要回去？”我已经陷入梦中，听见竹白很轻声地说：“因为你一点都不珍惜。”梦中的我根本听不明白，我到底怎么不珍惜了？我明明就差把那龙鳞给供上了，怎么可能不珍惜？我想，等我醒来，一定要问问竹白。又一回在龙宫醒来，这一回我决定暂时不跑了，我要在龙宫安全地把我的龙蛋生下来，等化龙成功，我就带蛋跑路。秃驴的仇也要报，等我化了龙，打他不是轻而易举。原想着等我醒了就问竹白鳞片的事，可是一醒来看见他坐在床边守着我，我突然问不出口了。就算是问了又怎么样呢？鳞片已经要回去了，他不可能再还给我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告诉自己，不就是个鳞片，不问了。结果我不问了，竹白却在我床前欲言又止。他就是这样，有什么都放在心里不说，谁知道他想的什么？我抬起尾巴戳了戳他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竹白犹豫地看着我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父亲想见你。”他父亲那不就是龙王？勾搭了他儿子，我怎么可能敢去见他？当即摇头道：“不去不去。”可是竹白犹豫着说：“父亲一直想要我娶妻，可是我心里已经有。”他话都没说完，我打断了他。我发现我对他心里有人这是非常抵触，所以每次一提起我就想逃避。我语气很不好地说：“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？喜欢别人还不敢去追，就只会让我陪你演戏。”可是看竹白很失落的样子，我又改口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大发慈悲帮你一把。”当天晚上，我和竹白一起去见了龙王。王宫离竹白的太子殿不远，水晶雕龙格外好看，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指着一个龙兵问他：“这是你吗？”竹白点头，抿唇问我：“喜欢吗？”我别开头，嘴硬道：“不喜欢。”龙王和竹白有7成像，久居高位的他对我却很和蔼，将我从上看到下，笑着问我：“你就是他当年在妖堂就一直念叨的小蛇？”我下意识回头看竹白，看见他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更是心酸。当初我和他同出同进，竟然没想到他和别的蛇暗度陈仓了。我可是蛇族最帅的蛇，他竟然看上了别的蛇，没眼光。我心里不平，朝后看了竹白一眼，故意在龙王面前说：“我还怀了竹白的龙蛋。”龙王很震惊，骂竹白不懂事，搞出了龙命，当即就要昭告妖界，宣布我们成婚的日子。我得意地看了一眼竹白，看他眼神有些恍惚，像是很不情愿的样子。我想也没想，就朝他呛了一句：“不愿意结就不结，改日我把龙蛋生下来就走，不会影响你。”龙王先愣了愣，伸手狠狠地拍了一下竹白的龙角，催促他：“还不快红！”竹白表情僵了僵，下意识过来拉我，我尾巴一甩，跑了。竹白很快追了上来，跟在我后面连声解释：“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有不愿意。”我停下脚步，
刚想质问他，发现他比我高，于是勾着他的脖颈让他弯腰。等我们终于平视了，我才问他：竹白，你什么眼神啊？全蛇族最好看的我你都看不上，你到底看上了哪条蛇？我回想着当年妖堂的那几条蛇，越想眉头皱得越紧。你喜欢那条菜花蛇？没事吧？它那么弱。竹白表情不对，我又继续问：那条黄金蟒？天哪，它长得这么恶心，你还喜欢？不是黄金蟒，不会是那条眼镜蛇吧？它可是我的死对头，你喜欢它？我要和你绝交。说完，我呲溜一下滑走，跑回了太子殿。寄人篱下就是这样的，即使吵架了，也要回同一屋睡觉。雷杰来得很仓促，那个点我正在宫殿里睡觉。自从怀了龙蛋，我发现我很爱睡觉，一天能睡8个时辰。原以为要生下蛋才会引来雷杰，没想到还没生雷杰就到了。我梦中被一道雷劈了，疼得我蜷起身体，偏偏肚子里还有个碍事的蛋，我还得护着这颗蛋。我将自己卷成球，用自己最坚硬的后背挡雷，可雷声阵阵，却一道都没有劈到我身上。我迟疑地抬头，看见空中有一条巨龙，是竹白。他不知什么时候赶到的，替我挡下了余下的雷劫。我愣了，雷劫若是他人替了，会增加1倍，相当于双倍的雷劫。如果竹白替我挡了，我欠他的更多了。我刚想站起身去让竹白走开，那雷劫似乎察觉到受劫的人不是我，转了个弯劈向我。我下意识闭眼，下一刻，我落入了温暖的怀抱。竹白用自己最柔软的腹部将我藏在身下，让我身上不落一丝雷劫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泪水已经盈满了我的眼眶，我哭着让竹白走开。可是我又不敢挣扎，怕我一挣扎，竹白不仅要控制住我，还要被迫躲避雷劫。雷劫持续了很久，久到竹白的鳞片都被电得焦黑。一身泛着光的鳞片如今失去了活力，我哭着从他身下爬出来，不敢碰他一下，忙跑出去叫人。医师很快赶到，看见受伤的竹白，并没有很意外。可是刚要给他上药时，虚弱的竹白却说：先给云清上药，他也受了一道雷劫，是我来晚了才让他受伤的。我的伤根本比不上竹白的，可是他强烈要求。医师看了我一眼，烦躁道：你当我们7、8个医师是吃素的吗？演什么苦情戏？竹白看着我上完药，终于心满意足地晕了。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天，在醒来时已经是5日后。取龙族之力，总算是保住了他的鳞片。怕夜里睡觉动了伤口，我和他睡的是2张床，他一醒我就发现了，歪头去看他。我受伤没那么重，这几天下了很多补药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竹白刚醒，我要从床上坐起来去看他，下一秒，龙尾紧紧捆住我，将我带到了他床上。我怕压到竹白的伤口，没敢靠近他，可竹白却用自己伤了的尾巴紧紧缠着我，不让我跑。他从自己怀中掏出一片鳞片，咳了一声，把它放在我手心，声音很低：这鳞片是我心口的鳞片，龙族会把这片鳞送给自己命定之人，当年我把它送给你，是想和你表白。云清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把它收下吗？他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能不收？我冷着脸收下鳞片，忍不住嘟囔：当初死也要把鳞片收回来，怎么现在又要给我了？竹白脸色变得有些白，他声音低低的：我以为你喜欢别人了，你还把我的鳞片给他摸。我皱眉：哪有这回事？有。竹白马上开口：当初毕业前那个老虎精。我敲了一下竹白的龙角，骂道：你整日都在想什么？我根本没给那个老虎精摸你的鳞片。说起来也是那老虎精狡诈，几次3番骗我说竹白的鳞片能助我化龙。就算真的能行，我也不可能听一个和我毫无瓜葛的老虎精的话啊。他当时说要摸鳞片，我考虑了一下，拿了一片自己的糊弄他，果然那老虎精现了原形想抢，最后被我暴揍了一顿。竹白听话只听半截，听到要摸鳞片就跑了，根本没看见我暴揍老虎精。我解释完，愤愤地骂道：你还好意思把鳞片要回去？都说了给我了，竟然还往回收，你也不害臊。竹白抱住我，声音很虚弱地说：对不起，我喜欢你。说一句喜欢就够了。我斜眼瞪他。下一瞬，竹白伸手摸了摸我这几天猛长出来的龙角，情真意切地夸：这龙角真好看，云清是一条很好看的龙。
这话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，我当即很高兴地朝他展示我的龙角。但是唯一苦恼的是，自从画龙以后，我颜色就变了，从绿色变成了黑色，我是一条黑龙。我画成了龙和竹白躺在一起，抻直了尾巴，也发现自己比它短了一大截。我觉得很挫败，埋着脑袋难过，为什么你比我大这么多？可是你颜色很好看啊，黑龙多有气势啊。病中的竹白还不忘记开口夸我，我高兴了，翘着尾巴尖回夸他，你也很好看。连着躺了半个多月，竹白终于恢复了，我的龙蛋也3个多月了。焦虑的我每日都跑去龙族典籍室搜索怀龙蛋的秘诀，我很怕开膛破肚，好不容易才化龙，可别生的蛋给我生死了。龙族典籍是秘籍很多，我看得不亦乐乎，直到我发现了一个画龙手册，书上写，龙族1000年前有一龙爱上了一条蛇，两人双修以后，蛇成功化龙。后面有一条注释写着，只用双修即可，不用生蛋。我发现这字迹和我当初拿到的画龙手册是一模一样的字迹，我连忙拿了出来，一一对比以后，发现是一个人写的。我好像被骗了。至于骗我的人是谁，我自有答案。我若无其事地走到书房，翻开竹白的书册，字迹一样，果然就是他在骗我，还骗我要生蛋，这个死骗子。当初故意让我拿到画龙手册，就是吃准了我会去找他吧，这个心机龙。我拿着册子找到竹白，将册子丢在他面前，竹白愣了一下，心虚地说，我没骗你，就是要双修啊。那你骗我要生蛋，还说要喝鳞片，你的鳞片根本磨不成粉。竹白站了起来，他将自己埋在我肩头，低声说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你啊，你不来找我，我只能用这样的方法，100年了，你不想我吗？当然是想的，不然我也不至于拿到一个画龙手册就来找竹白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那个鳞片被我吃进去以后，现在还留在我肚子里。我抱怨道，你想确定我的位置，把鳞片给我不就行了？为什么要骗我吃下去，还骗我吃龙鳞会让我死，吓得我天天担惊受怕。是的，吃了龙鳞根本不会死，我当初肚子疼只是因为怀了龙蛋。竹白抱着我，低低地说，其实我可以把它从你肚子里拿出来，要拿吗？我现在手里有2片龙鳞，一片在肚子里，一片在我胸口挂着。我摇头，算了吧，反正我也挺喜欢的。抱着抱着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指着自己的肚子问竹白，当初这颗蛋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，不然我一个雄蛇怎么能生蛋呢？竹白肉眼可见的想逃避我的问题，凑过来想要亲我，可是被我避开了。我一字一顿说真话。好吧。竹白眼神躲闪，龙族有秘药，我当初偷偷给你用了。我张了张口，竹白上前堵住我的唇，语气含糊，我没办法，你好不容易才来找我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再次离开，只能让我们留下一丝牵连。我被他亲得喘不上气，无奈地放任他亲了。好吧，不就是生个蛋，那有什么的？其实当年是我先喜欢竹白的，只是我嘴硬，看见他就冷嘲热讽。后来我第一次见到他画龙，我就经常让他变出龙角或是龙尾巴让我摸。竹白每次不情不愿，我以为他真的不喜欢我。那会儿的竹白每天都很闷，我整日缠着他，原以为他会烦，但他每次都很纵容我。后来他送了我龙鳞，我高兴坏了，每天摸着龙鳞不放。缠着缠着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彼此，直到毕业前他把龙鳞要了回去，这才让我们100年不见。我戳了戳竹白的龙角，你说你早点和我表白，不就没这么多事了？竹白抱着我，将我的话照单全收，和我说他错了。我决定原谅他。龙蛋是一个白蛋，揣在我肚子里揣了10月，孵化又用了2月，孵出来了一条白龙。我提着小龙从上看到下，发出了尖叫，为什么是白的？我辛辛苦苦揣了这么久的蛋，为什么一点都不像我？我哭了，把要追着我跑的小龙丢下，哭着跑了。我预想中的我应该生一个黑蛋，黑龙角，那才是最好看的龙。我很挫败地躺在礁石上画圈圈。没过多久，一条龙尾缠上了我的腰，竹白伸手擦了擦我的泪，温声问，怎么了？我回头看了眼他的白鳞，气愤地说，为什么这蛋不是黑的，是白的？
竹白一言不发，用尾巴卷着我回了寝殿。我一头雾水地爬起来问他怎么了。这一次竹白又把我压回床上，他轻笑一声，宝宝能生一个白蛋就已经很厉害了，再给我生一个蛋好不好？我结巴了很久，想着他忍了1年，纵容地用我的龙尾缠上了他，好吧，这回一定要是黑蛋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